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来调整，使用蓝图来调整这一个血的大小啊。有个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先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当我们进入这个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突然这个粒子系统不见了啊，然后或者你看底下的时候，哎，粒子系统也不见，但是你一抬头的时候呢就有了。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叫做粒子的边界问题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粒子系统，可以看到这个有个警告，此粒子系统无固定边界框，且包含一个 GPU 发射器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在点这个空白处，用鼠标左键点一下啊，然后呢就会出来这个细节，这个整个粒子系统的一些参数。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有个边界，我们把它的这个边界稍微调个，因为我们这个粒子框比较大呀，所以我们来个2000，来个-2000到2000，看看够不够大。另外呢，把这个相对使用固定相对边界框呢，把它给勾选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现在可以看到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这是你需要把这个固定相对边界框给设置一下，就可以就不会出现刚刚那种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通过蓝图来修改这个血的大小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碰到一个什么东西呢？碰到一个叫做我们首先找到我们的生成，找到生成。这个值就是我们需要设置的这个血的量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换成100，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血就小了；如果换成1000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血呢就明显的就大了，对吧？明显就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值如何能够跟蓝图来进行通讯通过蓝图来进行通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发布这个地方，我们选择一个叫做分布浮点粒子参数。好，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，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跟蓝图来进行通讯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叫做 snow power 雪的这个力度啊，最小值呢，我们这个地方来选择最小值下50，然后最大值下1000。最大输入，然后最小输入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把它换成1000，50的1000，好，然后点保存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个粒子系统就可以通过蓝图来进行修改了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点这个我们新创建一个这个什么呢？我们来一个这个吧，来一个核子触发器啊。来一个核子触发器。如果我们进入这个核子触发器就让这个血变得很大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来。点右键，我们呢添加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叫做 the actor on actor begin overlap。当人物进入以后我们呢这个是通过关卡蓝图来进行编辑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粒子系统，拖进来，这个血我们拖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当我们人物进入的时候，我们的血中间的这个叫什么呢？好，这个叫做 get component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发射器的获取粒子系统的这个组件，这个组件里面就可以来进行设置我们的这个参数设置参数。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设置布尔材质，然后刚刚那个我们是一个浮点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选择设置浮点参数。好，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的不同，这里有提供了一个这个参数名，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？就是 snow power， 这个地方你得自己输入，然后选择我们下最大的血1000，编译保存。我们这个时候来运行试一下。现在这个血量不是很大，当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血呢
好，雪就变得很大了，雪变得很大了。让它更加明显一点吧。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盒子来，加一个立方体啊，知道大概在哪个位置？刚我找不到有点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也给它加一个啊，在蓝图打开关卡蓝图里面，当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呢叫做 on actor end overlap 啊，当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将它的这个下雪量呢又回到原来的50或者100吧，100。好，我们再运行一次。现在呢，雪不是很大啊，但我们走进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现在雪突然一下变得很大了。但我一出来呢，好，它慢慢，雪又变小了，看到没有？雪又变小了。然后我们再次进入呢，可以看到这个雪突然又变大了。好，这个呢是通过蓝图跟我们粒子系统里面的参数来进行通讯。